我们去找那个 MyV Lucky Best 来玩。什么来的？我前面没有车啊，没有的好趴的啦，过弯。我觉得啦，这个 MyV 啊，比起 Ativa 上山，我又比较欣赏这个嘞 ，NA 嘛。好了。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 Part 2。如果你们还没看我 Part 1开最新的国民小超跑 CVT 的 MyV 1.5 AV 版本试驾影片的话，你们还没去看，点击右上角去看啦。这个影片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小钢炮开到上云顶上去。近期的云顶啊，是因为土崩了之后，山路没这么漂亮，所以我们今天就能够玩一小段就玩吧。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上订阅哦。这样子的话，我更新新影片的话呢，你们才会知道，好吧？这个影片正式开始 ，Let's go！现在是下午1点钟啊，车好像没那么多，因为近期的山路大家都知道云顶没这么好玩，这应该都不想上了。好，那这辆车是刚刚的新车，1234公里的新车 ，MyV CVT AV 版本 ，Goodyear Express Tire， 它 profile 是185、55、R15，前后都一样，新车来的哈，新车来的。我们的车主在这儿，阿军还有 Edmond。哎，我说这边等到他吐了。要吐了没？哎呀，新车就是这样咯，就要麻烦关一点。OK， 这个 MyV 3.5代呢，它不像第三代哈，第三代是用 4AT， 这一代是一个 CVT， 也叫做 DCVT。它的意思就是讲呢，它是一个 CVT 5段变速箱，在高速上面呢，它就会加多一个齿轮，让它去走高速。但是坦白说，刚刚我在高速上面没有试到有什么特别啦。马力呢还是一样的哈，它是一具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2NRVE 啊。诶，还有那个什么 Hill Assist 哦。OK， 那这副引擎呢，你就会看在哪里看到呢？你会看到 Avanza 最新的2021年，或者是你会在 Rush 啊、Toyota Rush 啊、戴哈苏的那个没有，不是戴哈苏 ，Brodua 的 Aruza 那些都是同一具引擎来的。所以它是1.5公升，102匹马力，136牛顿米，要在4200的时候才会爆发这个最大的扭矩啦。所以我现在是用这 D mode， 我试一下按包，它 D mode 的话已经在3000转给我上山了，所以我觉得是 CVT 是蛮聪明一下的啊，也是蛮不尴尬的这个档位，不像 4AT 哦，它很尴尬，有时候你需要马力的时候，它一换挡，然后它就跌到你的这个最低没有最高扭矩的这个转速了，就比较尴尬一点。我开一下 Power mode， 瞬间觉得这个车更有力了一点，我再把它换去 S mode。坦白讲，上山它是没有分别啦。这个 S mode 在城市用的话就有分别，但上山的话，反正我的转速都是蛮高的嘛。Alright， CVT 5段变速箱虽然不是说拿来激烈驾驶用，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啦。Edmond 也说，装了 CVT Cooler 的话呢，会感觉到不同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保持它冷嘛。MyV 的底盘还是很好啊，我觉得它底盘还是很扎实一下的。当然它不比敢多那种叫更扎实，这个已经是很不错啊。像我在开 Axia 的感觉，现在也是，因为它是 based on Axia 的底盘来做出来的嘛。我觉得更好开很多这个 CVT 上山真的很好开很多嘞。4AT 我很尴尬嘞，如果是慢下来的很慢那种的时候啊。哦，忘记把那个安全配备关掉，所以我把它关掉。要不然那个 steering 会帮我摆来摆去。这一代的 MyV 的椅子跟上一代的感觉是一样，是在什么呢？它的支撑性啊，它少了一个支撑性的感觉。
Diamond 是什么东西滑来滑去啊？bag 啊，放在地上了。哦，你的 bag。我觉得如果这个 CVT 有没有的车主哦，如果去改 exhaust pipe，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看头哎，对吧？他一直然后在咆哮而已，它不像 4AD 至少还有换挡的那种声音，所以自己看着搬一下啦，不要放太大声哦，放太大声的 exhaust 就诶，这个就是 auto brake。但是我还没有我 brake 啊，所以他没有帮我 brake。啊，如果是它先射到的话，直接帮你踩到完了。它的 brake 就会直接自动升下去。但你有用过吗？触发2次。啊，你有试过啊？试过2次。然后吓到你哦，这样还有第一次最明显的，第一次是真的是懂这个被扯，因为太快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用是什么呢？在塞车，有些人爱看电话的嘛，这个东西好用。但是如果你在 highway 用的话，我觉得我建议把它关掉了，因为你会吓到啊。可是如果是要跟尾的话，它就不容易触发到了。哦。你不能太跟了可以跟了屁股，但是不能踩太用力啊，或者那个车突然踩背，它就先车到了。对，就直接来了。那比上一代会敏感多。因为这一个是 Brodua 最新的那个 Smart 什么 City Brake 是吗 ？Smart Brake 啊，什么名字啊？PSTA 是吧？忘记了，还有一个名字，哎呦，其实多了一个洞在那边哦。不用踩完的油门哦，我觉得都蛮好玩一下哦，只是踩一个58%、60%的油。操控来讲其实是很不错。如果当然你比起 Brodua Iris 啊，我有驾过 Iris， 你们都知道我一直都在站 Iris 啊，它的那个 handling 机，因为 Iris 的这个悬吊设计会比较偏硬一点 ，MyV 会比较偏软一点，所以换成了加上 Iris 的底盘也相当不错，变成了它的操控你会觉得会更爽一点啊。那其实MyV 也不差的，其实只是在它的悬吊就偏软了哈。我们又看到一个 MyV 了，但是应该是 4AD 的啦。对，4AD 的。它后面有什么分别吗？后面那个帆布那里新的是直的。哦，新的，对，一个好像酒窝这样是吧？也是有车主是改成旧的上一代的。反正都是换版本而已啊。对，后面帆布可以，前面帆布不可以。发现到刚刚我有点推头哦，大家不咬地耶，大家不咬地。对，它需要好一点的胎压。这个下刹我觉得不够用哎，这个 S， 反而 B 的话啊，这个 B 好用。B for braking， 所以你看它转速拉到4000多转。不用踩 brake， 滑着下，然后你就要用 SL， 很 interesting 哎，这个 B mode 我觉得很 interesting。我前面这辆车是一个很厉害的车，因为它是一个 2.5T， 但是它不愿意去踩油 ，bro， 你的车很有力的呢。那他不愿意去踩油，那我就去割他。哎 ，bro， 又土崩啊？没有啊。终于啊，这个 2.5T。比较可惜啦，这一代的 MyV 是不是？它不像那个阿迪瓦，是不是？它会给你那个有的加减。这样子在干嘛？闪动 ，OK， 它在闪动啊。它阿迪瓦是有那个加减的 ，7 Speed Mode 给你嘛。我那时候听到 MyV 讲要改 CVT 的时候，我很兴奋一下，会不会给一个 Manual Mode 给你用哦？
有的话就爽了哦，这个 MyV， 但是很可惜我比较有点小失望是没有给啦。但是我用起来到现在来讲，其实是 OK 的。当然你会缺少一点小小的乐趣，但是如果以动力来讲啊，很够用了这辆车，而且甚至比 4AT 来的更有力的感觉，因为它一直在保持着我要的转速嘛。如果你的油门是不放的话呢，我现在是在 S 跟把握哈 ，OK 对。4200转。I like it, man。我所指的 I like it 呢，不是说它那个你讲会不会吓死你嘞？会吓死人哦。Braking 我觉得跟上一代的感觉差不多，没有相差很大的感觉，因为可能这辆车很新啊，我那时候拿到的车的状况不是很好，就觉得那辆车有点 spongy brake 啊，这辆车 OK 啦，就普通那种 Pro Duo 的感觉咯，Toyota 跟 Pro Duo 啊那种很普遍的。这个CVT 的感觉不懂会不会像 Proton 那种，就是拍 CVT， 你一下子瞬间踩下去，它会跳得很快的。这样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啦，因为我没有试到嘛。我们去找那个 MyV Lucky Best 来玩。MyV Lucky Best 没有的好来了，除非他是美诺啦，你就跟他玩不到了。只要我过4000转的时候，就是我的力了。MyV remap， 拿去 remap 那个压箱的时候，一 braking 它就嘣，好像那个 M1 的车一样 ，M1， 你的 Civic 啊。你一 brake 的时候，它会帮你降档那种感觉啊，哇，但是听讲MyV是没有 remap 的，我不知道嘞。放一个 standalone。我还甚至感觉到，是不是我过完踩大油的那个轮胎是有一点滑掉那种，抓不到地那种感觉的，就感觉到是有力哦，它的那个传动啊。这样阿军，你会觉得怕吗？一点点是吧？以前有朋友带我上去是用他的 Amira 1.0 Turbo。哦，那个 Amira 哦，1.0 Turbo，我还没有试过。OK， 那个这样。它是很有力啦，但是我坐后面，它的后面真的很不舒服。Amira 的后面啊？后面真的会晕车吗？会容易晕，走2小时就开始晕了，一玩电话情况下。明白，空间小，加上它可能后面会比较跳。对。它不是毛地灵嘛，它是多生病嘛，没有错的话。一般的油门，哦，它又掉 RPM 了。But 我家的人啊，动力跟它的车身不怕，我是现在是感觉到胎压是不够抓地而已。其他都 OK 了。喂，什么来的 ？Brake？ 没有啊，我前面没有车啊，他叫我 brake 哦。但是我不是，但是如果你要普通架上山，是 OK 的哦。你看它一直维持在我要的大概那个转速，是不是？它就3000这样子，很轻松啦。如果你问我5个人上山啊，我觉得不用拍了啊，这样子
已经是很厉害了，不用拍啊。阿西亚才是那时候我拍阿西亚的上云顶嘞，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好奇嘛，1000cc 而已嘛。当然有些人也好奇660cc 的感觉可以上山嘛，5个人啊，那个我也很好奇。MyV 不用好奇了，MyV 已经很有力了啦。没有的好怕的啦，过完。这里真的很恐怖、哦，看到吗？跌下去哦，恐怖的马路。我觉得啦，这个 MyV 啊，比起 Ativa 上山，我又比较欣赏这个嘞 ，NA 嘛。但是 Ativa 的好处就是有 Manual Mode 哦，只是想它不够 NA 的来的比较直接的感觉，没有 Turbo Lag 啊。好了，来到这里的话，就知道没有东西好玩了的啦。OK 啦，我们来讲一下心得啦。蛮旧的 MyV 你有一辆吗 Lucky Best 吗？对你来讲 Lucky Best 给你 upgrade 啦，你换这个 MyV OK 吗？你觉得 OK， 只是刚踩油那一刹那有差别罢了，但是一过了那一刹那过后，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Pickup 方面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辆车它会比 4AT 来的更快。可能久了你会烦什么呢？你就烦听到 CVT 声哦，然后它不会换压嘛，就那样子啊。普通城市驾驶的话哦，我觉得是很好驾的。动力给你动力唯一缺点就是有一点小噪音。现在的云顶没有的好玩是什么呢？我们是 share 对面下山的路了。这段路如果换成上山的话，那好玩。只是很可惜，就是云顶把它当下山路，然后放了很多 bump。别的车来对比啦，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讲，比起同级竞争对手，值得买的 spec。但是如果你讲好价的话 ，sorry to say 啦，我觉得 Iris 比较好价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哦，MyV 卖出去二手价永远都是比 Proton 来的更高。这具 CVT 我不知道会不会像 4AT 这样，会不会这样耐用，所以我们要看5、6年之后再看怎样啦。其实要到上面啦，我很累哦，我真的很累哦，这样慢慢落着上啊。好来，我们上山到来顶了啦，没有问题啊，MyV 就成功耶！谢谢阿军，谢谢你们，谢谢。终于把 MyV 开上山了啦，终于试驾了啦。现在我没有开车头灯哈，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daylight， 在这个bumper这边。这一代的 MyV 我看到这里有黑色的里面哦，上一代好像没有的，这一代就有。好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喜欢看 POV 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